到像个保姆。不过对徒弟他却连心疼也来不及。就在早上，对方穿的还只是捡来的斗篷。进城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给徒弟买防具、猫族专用的耳环和手套，以及飞龙的靴子等等。虽然一套下来要15万魔拉，但男主却完全不在意。他更关注的是这里的武器为何每把都要比他强。要知道，纵横 A 级魔境的他攻击也只有300多。师徒俩相视了一眼，他们决定买把武器以做研究。然而此话一出，却让老头惊讶了。女孩明明已经有了一把宝剑才对。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ウェポンなんてな。这是男主身份第一次被人识破，可他明明已经将脸悉数给点满了，就连冒险者工会的会长也无法看破。正当两人忐忑不安时，没想到老头却大笑了起来，因为他的左眼是神之眼，对武具之类的事情极为敏感，他能看出男主不是一般的剑。嘘だ。だって俺より強い剣がそこら中に。おお、喋ってくれたな。老头没有恶意，解释武器光看基础攻击是没用的，最主要的是看魔力传导率。像男主的 A 等已经达到了魔剑的水平，正常的冒险者不是 F 也就是 D。说着怕师徒俩不明白，老头拿出了一把攻击450的剑，让弗兰对男主注入100的魔力砍下，结果很轻松就将其砍断了。老头解释 A 级的传导率是200%，注入100魔力就相当于在基础攻击上又加了200。当然每把武器也是有极限的，不过他能感觉到男主能注入的极限不止1000，也就是说他可以轻松达到2000攻击以上。安心してくれ。俺強いらしいぞ。だから最初から言ってる。師匠はすごい剣。フラン。師匠。师徒俩倒是开心了，老头的好奇心却被打开了。他想知道男主是被谁制造的，能制造他的恐怕只有传说中的神将。世上只有5个人拥有这种水平，不过男主距离神剑还差了点。虽然如此，但师徒俩已经很满足了。目前差的只是一把剑鞘，至于材料，男主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些都是他在转生时猎杀的魔兽，一大堆 C 级以上的素材让老头震惊了。拥有这些，他可以做出极好的剑鞘。至于打造的费用，他就不收了，这里随便几个素材就可以抵消。剑鞘等1个月后就可以来取。师徒俩心满意足地来到了街上，然而这时却有一个女装店大姐叫住了弗兰。这与男主的想法不谋而合，防具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衣服，他毫不犹豫就给徒弟买了好几套。接下来则是轮到了找旅馆环节，冒险者的工会卡就相当于身份证，以弗兰的年龄也可以1个人入住。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房间，对于这里弗兰感觉就像做梦一样，在此之前他都是以天为被以地为席，这一切都是师傅带给他的。没一会就到了料理环节，男主特地给弗兰做了炸鸡，吃饱后师徒俩开始规划人生。男主在犹豫技能以后该如何分配，弗兰则是下意识就给出了建议，他羡慕考官那样的治愈能力。男主听后果断就将治疗技能给拉满，但当问起徒弟还有什么要求时，没想到弗兰却已经睡着。強くなる。師匠と一緒に。无奈他只能暂且作罢。第二天，两人开始正式接取冒险者委托。由于弗兰的冒险者等级只有巨，所以他只能接到讨伐哥布林或者收集药草的任务。就在师徒俩正惬意时，突然一个吵闹声打破了平静。原来是一群冒险者被哥布林包围了。此时兜帽男打算使出同归于尽的招数，然而这时却突然被几道烈火抢先了。队友还以为是他做的，兜帽男正要解释，这时弗兰跳了出来。虽然对手的数量不少，但对师徒俩却不是问题。師匠、燃えてる。おう、燃えてるぜ。フランの冒険者としての初陣だからな。違う、森が燃えてる。アクアクリエイト。一番讨论后，男主建议使用土魔法，技能共享的原因让弗兰可以轻松使用。在用魔法消灭了3只后，弗兰打算开始近战。男主的超高攻击让他一剑就是一个，旁边的冒险者早已惊呆。他们发现弗兰就算不看对手也可以自动锁敌，当然这都是男主的功劳。与此同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徒弟的等级提升到4。话音刚落，弗兰就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，因此他也杀得更卖力了。没一会就解决了所有的不灵凶，随后更是露了一手治疗术，高等的治疗魔法让几人再次震惊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女孩和他们一样也是巨级，这究竟是谁说了谎？看到对方转身就要走，盔甲男提醒记得带走哥布林的素材。其实这种低级材料师徒俩是看不上的，但为了低调，男主建议弗兰可以只拿霍普哥布林的。也是听到这里，几人才发现哥布林中有个特殊存在，这种征兆让他们细思极恐。这意味着城市将会有覆灭的风险，很有可能哥布林中出现了皇后。当国王与其结合后，就会生下霍普哥布林，其繁殖的速度很快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 C 等灾害。说到这里，几人打算回去报告，但就在这时，旁边却传来了号角声，有个漏网之鱼在呼叫同伴。弗兰让几人赶快逃走，他负责来善后。男主有些担心，但他却拗不过徒弟的固执。顷刻间，师徒俩就被哥布林包围，数量多得令人咂舌。弗兰把这一切当做了他的修行，短短的几分钟内，已经有数次系统提示音响过。现在弗兰已经达到了8级，虽说他在不停的成长，但无奈哥布林却是源源不断，最后甚至还联手打起了配合。没过一会，弗兰就落入了下风，更是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消耗下，导致许多攻击也注意不到。如今的他已经是伤痕累累，反观哥布林的数量却还在增加。